你好，欢迎每天听睡前故事，我是阿狸。今晚咱们来聊大秦帝国最悲情的接班人长公子扶苏。2000年来，无数读史的人都在替他拍断大腿。大家总觉得，只要这位长公子能顺利接班，大秦帝国绝不会二世而亡。公元前210年，面对一封疑点重重的赐死诏书，扶苏手里攥着蒙恬那30万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竟然连象征性的反抗都没有，直接拔出青铜剑就把自己抹了脖子。后世的文人墨客总是骂他懦弱，骂他是个死脑筋的愚孝典型。但是如果你能真切地站到他当年的那个绝对死局里，去仔细盘点他手里攥着的底牌，你会发现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残酷真相：这位手握王炸的长公子选择自尽，根本不是因为胆小怕事，而是因为大秦帝国这台运转了100年的集权系统，已经把他逼进了一个彻底的逻辑死胡同。在这个庞大的系统底层代码里，他根本找不出一行能让自己合法活下去的生存指令。手握30万重兵的帝国统帅，被密室里的几个文官用一块破布硬生生逼死。这并非性格的软弱，而是一场极其惨烈且无法逃避的系统性绞杀。要解开这个千古谜团，弄明白这位大秦长子到底在顾虑什么，我们不能只盯沙丘政变那一天的兵荒马乱，我们需要倒回时间，回到这一切的起点，去看看那个刚刚完成武力统一，表面上烈火烹油，实则正坐在巨大火药桶上的大秦帝国，去看看在集权机器的无情碾压下，一个人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坚守住最后的底线。接下来请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旅程。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公元前212年，距离大秦帝国横扫6国仅仅过去了9个年头。咸阳城的风里丝毫闻不到太平盛世的暖意，反而透着一股让人窒息的血腥味儿。整个帝国就像一台刚刚完成暴力拼接的巨型机器，这台机器为了追求极致的运转效率，没有安装任何减震弹簧，更没有滴入哪怕一滴润滑油。它全靠严苛到了极点的法家律令，强行将天下所有的齿轮死死咬合在一起。老百姓走在街上根本不敢多看别人一眼，因为大秦实行着极度残酷的连坐法，邻居犯法，你如果不举报，全家都要跟着掉脑袋。6国的旧贵族们被剥夺了土地和特权，他们表面上顺从地低着头，暗地里却在疯狂地磨刀。这台集权机器全靠严刑峻法维持着一种高压下的表面繁荣，满朝文武像复读机一样，每天都在向皇帝高呼万岁。只有一个人清醒地盯着这台机器，仪表盘上疯狂闪烁的红灯，他就是帝国的长子扶苏。扶苏极其清醒地意识到，依靠纯粹的暴力确实可以完成对天下的恶意收购，但绝不能用同样的暴力去维持帝国的日常运营。大秦这把弓已经被他的父亲拉到了物理极限，弓弦已经崩出了断裂前的脆响。如果不赶紧踩下刹车，用宽厚温和的政策去安抚那些刚刚被征服的新员工，这辆狂飙的战车随时会翻下悬崖，摔得粉碎。但是在绝对集权的系统里，发现系统漏洞是一回事儿，敢不敢提交漏洞报告又是另一回事儿。引爆这场政治危机的导火索是2个江湖骗子，侯生和卢生拿着巨额的皇家研发经费去替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仙药没找到，这2人竟然卷款跑路了。跑路之前，他们还散布了一堆对最高统治者极其恶毒的政治攻击。消息传回咸阳，秦始皇彻底暴怒。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诈骗案，这是对帝国最高权威的公然挑衅。皇帝立刻下达了严酷的清算指令，御史们如同饿狼一般扑向咸阳城。460多名读书人和方士经过严刑拷打，被牵连进来，直接被押解到刑场活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大殿之上，文武百官像泥塑一样跪在地砖上，丞相李斯闭口不言，廷尉连大气都不敢出。在场所有人都清楚，皇帝正在气头上，现在谁敢求情，谁就是在宣告自己政治生命甚至物理生命的终结。这不仅仅是杀人的问题，这是秦始皇在用最极端的暴力向全天下宣告大秦帝国拥有绝对的意识形态控制权。就在这几百号人连呼吸都压到最低的死寂时刻，扶苏站了出来。他没有拐弯抹角，也没有先喊万岁，而是直接向那位不可一世的父亲扔出了底牌。他明确指出，帝国刚刚完成武力吞并底层几千万百姓，毫无归属感。
现在不但不用公关手段安抚，反而直接动用私刑屠杀提意见的人，这套严刑峻法继续搞下去，国家马上就要哗变破产了。这是一个极具政治风险的决定。扶苏不知道顶撞皇帝的后果吗？他当然清楚，但他更知道，如果今天退缩了，大秦的政治底线就会被彻底击穿，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深渊。他不是在做一个好人，他是在履行一个帝国继承人的根本责任。他在死死护住大秦的基本盘，他试图用宽政去强行修改这台集权机器的底层代码，但这番话精准地踩爆了秦始皇的雷区。对于秦始皇来说，大秦的法家制度是他一生的心血，是他荡平六国的终极武器。现在他指定的接班人居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责他的治国路线是错的。在皇帝眼里，这不是儿子在提意见，这是政治对手在公然否定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秦始皇大笔一挥，直接剥夺了扶苏在咸阳的一切职务，将他赶出京城，发配到遥远的北方边境上郡，去给大将蒙恬当监军。咸阳城里的政治投机者们暗自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这场父子局胜负已分。长子扶苏因为一时的心慈手软，彻底得罪了最高权力，被一脚踢出了政治核心圈。他失去了结交朝臣的机会，失去了在皇帝身边潜移默化的优势，甚至好像已经丢掉了那顶皇冠的继承权。这其实就是绝对权力的系统性悲剧。当一个系统依靠纯粹的暴力和恐惧来维持运转时，它就会本能地排斥任何纠错机制。扶苏的宽政理想对于大秦的法家机器来说不是解药，而是无法兼容的病毒。系统做出的自然反应就是把它无情地隔离出局。扶苏的马车一路向北，驶向了荒凉的边塞。上郡大致在今天陕西榆林一带，那里没有雕梁画栋的宫殿，也没有满嘴锦绣文章的朝臣，那里只有常年呼啸的塞外寒风。随时准备南下劫掠的匈奴骑兵，以及大秦帝国最可怕的一台暴力机器——蒙恬麾下30万边防野战军，这是一个绝对的地狱开局。这30万人不是普通士兵，他们是刚刚踏平六国，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虎狼之师。在军功爵位之下，这群老兵只认敌人的首级，谁能带他们砍下人头换取土地，他们就服谁。现在朝廷派来一个因为替儒生求情被赶出家门的柔弱公子，一个满嘴仁义道德的人来到只认鲜血的地方，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士兵们擦着带血的兵器，冷眼旁观，在他们眼里，扶苏就是个来镀金的政治花瓶，甚至是个干扰打仗的累赘。更要命的是，监军这个身份，自古以来前线将领最防备的就是朝廷派来的监军。蒙恬手握重兵，威震匈奴，在军中拥有绝对话语权。扶苏如果摆架子夺权，一定会被架空；如果什么都不干，就会烂在黄沙里。面对这种绝望困境，扶苏没有写信回咸阳哭诉，也没有自暴自弃去端皇子架子训话，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选择。他脱下了象征皇室身份的丝绸锦袍，换上了粗糙的军服，直接扎进了军营的最底层。扶苏选择了最苦最累也最凶险的路。蒙恬修筑万里长城，工程浩大，几十万军民没日没夜的干活。扶苏不坐在大帐里看报告，他亲自跑到工地上。他不讲虚无缥缈的大道理，只查2件事：口粮有没有被克扣，冬衣有没有按时发放到位。匈奴骑兵经常越境突袭，战斗随时打响。扶苏不躲在后方，他跟着军队一起顶在抵御外族的第一线。大漠的刀锋刮在脸上，这只原本养在咸阳宫里的金丝雀开始长出属于鹰隼的羽毛。在这个过程中，扶苏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没有放弃治国安民的理念，但他把宽政理想不动声色地转化成了军队的日常管理手段。将军可以靠严刑峻法逼士兵送死，但要让30万人长年累月苦寒戍边，光靠杀头没用，必须解决后勤和人心。扶苏用监军权力和皇子身份优化后勤补给，减少不合理压榨。他让虎狼之师吃饱穿暖，没了后顾之忧。这是一场最硬核的利益博弈，士兵在前线流血拼命，公子在后方保障生存底线。顶级名将蒙恬敏锐地发现，这位长公子不仅不拖后腿，反而是一台极其高效的后勤稳定器。有扶苏在，军心前所未有的稳固。几年的风沙吹过，上郡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扶苏用实打实的行动彻底折服了北地边军，士兵不再把他当笑话，而是视作同甘共苦的主心骨。
他赢得了这支帝国最强武装的绝对效忠。更重要的是，他与蒙恬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信任。蒙氏兄弟是大秦军政两界实力最恐怖的家族。现在这个家族成了扶苏最坚定的政治盟友。回头看看这场推演，你会发现扶苏完成了惊人的蜕变。当年被赶出咸阳只是个没筹码的政客，现在手握30万精锐大军，拥有顶级将领辅佐，在军方民间声望极高。他硬生生把自己打造成了军方1号人物。此时的扶苏筹码多得吓人。天下归心，重兵在手，那顶皇帝的王冠似乎稳稳落入囊中。只要他挥师南下，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这是一场完美的政治逆袭。扶苏以为自己赢了，他以为在外围积攒实力就能顺理成章接管帝国，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结构性错误。他把所有精力放在边疆，拥有了随时掀桌子的力量，却将咸阳的政治中枢彻底暴露在巨大的真空里。政治的残酷性在于，你不仅要手里有剑，还必须时刻站在发号施令的房间里。扶苏距离咸阳太远，黄土高原隔断了信息和对权力核心的感知。他并不知道，就在他握紧兵权时，咸阳隐藏的野心家已经悄悄摸到了权力机器的总开关。一场史无前例的绞杀网正在黑暗中慢慢收紧。公元前210年夏天，大秦发生毁灭级意外。第5次巡视途中，秦始皇暴毙于沙丘。皇帝死得太突然，庞大帝国根本没做好交接准备，没有公开遗诏，没有正式册立太子。大秦的权力结构是一座极陡峭的金字塔，所有指令生杀大权全系在塔尖那一个人身上，塔尖突然消失，帝国瞬间陷入可怕的权力真空。随行的中车府令赵高死死盯着皇帝遗体，大脑疯狂运转。秦始皇临终口述了寄给扶苏的绝笔信，命令他交出兵权，赶回咸阳主持丧事。这封决定帝国命运的信就捏在机要秘书赵高手里。信发出去，扶苏顺理成章登基，对天下是好事。对赵高却是绝对死局。赵高曾犯重罪，被蒙恬的弟弟蒙毅判处死刑。一旦推崇宽政的扶苏继位，蒙氏兄弟必将彻底掌控军政大权。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赵高连全尸都留不下。面对必死困局，赵高没有坐以待毙，他扣押遗诏，做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政治豪赌。赵高是个太监秘书，没兵权，调不动资源，篡改最高意志，必须拉重量级人物上牌桌。他盯上了帝国2号人物丞相李斯。李斯是法家体制总设计师，大秦律法制定者，坑儒事件推手。深夜赵高敲开李斯的车门，他没谈天下大义，没用刀剑威胁，只是像个冰冷的算账先生，精准拆解了李斯的利益底牌。赵高抛出灵魂拷问：丞相论、才能论、谋略论、威望，比得过蒙恬吗？最关键的，论跟扶苏的私人交情，你比得过蒙恬吗？李斯沉默良久，如实回答：比不过。赵高立刻补上致命一击：扶苏信奉儒家，你李斯是法家代言人。扶苏上位，必重用蒙恬取代你，你一辈子推行的法家国策会被全盘推翻，你觉得自己还能活着回到故乡吗？这段话拨开了集权政治最残酷的底色，所谓的忠诚，很多时候不过是背叛的筹码还不够大。李斯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不是被巧言令色说服，他是被大秦帝国的路线斗争逼进了死角。在不允许不同政见共存的法家系统里，扶苏上位就意味着李斯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终结。为了保住权位和一手建立的法家事业，李斯选择了妥协，他和赵高一拍即合。扶持更容易控制的小儿子胡亥上位，当机要秘书和最高行政长官达成利益同盟，一场从内部摧毁大秦的政变彻底成型。他们做出了极其阴狠的后续动作，为了掩盖皇帝死亡真相，密不发丧，买来大量咸鱼装在车队里，用刺鼻腥臭味掩盖尸体腐烂气息。就在这令人作呕的气味中，他们伪造了一份赐死诏书。诏书模仿秦始皇口吻，指控扶苏戍边多年无尺寸之功，诽谤朝政为人不孝。最后指令冷酷无情，命扶苏与蒙恬立刻自尽。随后他们拿出代表天下最高权力的传国玉玺，重重盖在这块丝帛上。在集权体制下，这块盖了章的布不再是布，它是不可违抗的天威，是帝国暴力的总开关。诏书化作致命箭矢，直奔上郡，看着使者绝尘的背影，
阴谋家们在黑暗中狂欢，完成了权力窃取，但他们隐藏在长袍里的双腿也在控制不住的发抖，因为他们心里极其清楚，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差骗局。诏书再逼真欲洗再鲜艳，物理层面上不过是一块几两重的丝绸，而在几百里外迎接他的是整整30万武装到牙齿、经历过尸山血海的野战大军。这其实是历史留给集权制度最大的一个黑色幽默。密室里的几个文官用一块布去要求一个手握30万大军的统帅抹脖子，马蹄声在黄土高原回荡，大秦的100年基业此刻全部悬在一个一戳就破的谎言上。面对这张漏洞百出的催命符，早已完成政治蜕变、手握重兵的扶苏会，心甘情愿拔剑吗？一骑快马卷着黄尘冲破上郡大营防线，使者高举封着火漆、盖着传国玉玺的竹筒，闯进中军大帐。此时，扶苏和蒙恬正在推演对抗匈奴的军事沙盘，使者没有寒暄跪拜，直接展开带有玉玺印记的丝帛，当着统帅的面，用毫无感情的官方声线宣读了来自咸阳的最高指令。这正是赵高李斯在充满咸鱼腥臭为马车里伪造的赐死诏书。诏书字数不多，但刀刀见血，字字诛心。他没罗列复杂谋反罪证，而是直接抛出2把恶毒心理尖刀。第一把刀定性无尺寸之功，指责扶苏损兵折将，直接全盘否定了他在边关吃过的沙子流过的血，把军功和威望踩在脚底碾碎。第二把刀定性不孝，痛骂他诽谤皇帝是个逆子。作为大秦律法最高执行官，李斯太清楚扶苏软肋，你天天标榜完美君子，我就用儒家最核心的孝道抽你的脸，在道德上把你彻底扒光。宣读完毕，使者拔出皇帝赐下的青铜剑，扔在案几上，露出狰狞獠牙，命令扶苏立刻自尽。大帐瞬间陷入死一般寂静，几十个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死死盯着使者，有人不自觉地把手按在剑柄上，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声。这群塞外野狼只认刀剑实力，在他们眼里，扶苏是带着他们吃饱穿暖的主心骨。现在咸阳派人拿块破布就想逼死统帅，只要扶苏点一下头，武将瞬间就能把使者剁成肉泥，大秦帝国100年基业就悬在一念之间。千钧一发时刻，蒙恬站了出来。作为顶级名将，他拥有极其敏锐的战术判断力，一眼看穿诏书破绽，他死死挡住死谏，对着扶苏喊出极其冷酷理智的军事推演。蒙恬指出，天下未立太子陛下在外巡游，凭一个使者拿封信就死，万一是奸臣阴谋呢？必须立刻派人核实清楚，再死不迟。这套现代博弈逻辑非常明确，手里捏着帝国80%核心武装，最高统治者在外地，办事员拿张 A 纸让你跳楼自杀，绝对有诈。咱们有绝对掀桌子实力，至少得派骑兵杀回咸阳，听皇帝本人声音。蒙恬的逻辑无懈可击，连造反筹码都盘算得清清楚楚。将军们纷纷点头，扣押使者大军南下清君侧，踩平咸阳城不过是几天的事儿，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所有目光再次聚焦在扶苏身上，等他下达席卷天下的命令。但扶苏听完却做出让所有人彻底崩溃的动作，他看着焦急的蒙恬流下眼泪，没有下令抓捕，也没有拔剑，他缓缓上前，重重推开挡在前面的蒙恬，当着30万大军统帅的面，从使者手里接过那份冷冰冰的圣旨。没有反抗，没有暴怒，没有辩解，扶苏用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接受了死亡指令。他彻底放弃军事反抗，转身拿着圣旨，把自己关进狭小营帐里。营帐外是随时为他夺取天下的大军，营帐内只有他独自面对泛着寒光的死剑。门帘落下，大秦命运被一块布生生切断。蒙恬想不通，将军们想不通，2000年来读历史的人也想不通。造反筹码多得一出，只要一声令下，就是新主宰就能推行宽政。究竟什么力量比30万虎狼之师还强大，硬生生按住帝国长子拔剑的手？难道他真是个胆小怯懦的书呆子吗？让我们推演一下扶苏此刻大脑里极度绝望的沙盘推演。如果听从蒙恬，拒绝执行，派人核实，在秦朝这叫什么？法家体制核心是君权神授绝对服从，把全国变成巨大军营，只有军令如山，皇帝意志是唯一法律，没解释权，没核查机制，让你死问为什么就是抗旨。边疆大将不执行命令，扣留使者在秦国，这就是谋反。法律不讲动机，不看是不是为国家好，只看客观行为。
拔剑是造反，不拔剑不自杀也是造反。退一万步说，扶苏彻底豁出去撕了假诏书，带着虎狼之师南下直扑咸阳。以他的威望和蒙恬的能力，打赢内战概率极大，阴谋家根本挡不住铁蹄。但打赢之后呢，天下刚统一9年，6国贵族像幽灵一样潜伏盯着咸阳。帝国压住沸腾油锅，全靠绝对集权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一旦带头谋反，帝国合法性瞬间崩塌，百姓不会觉得是清君侧，只会看到秦军自相残杀。内战爆发，关中大乱，6国余孽必定趁机复国。别忘了北边还有几十万匈奴骑兵，大军南下长城防线瞬间真空。匈奴人会毫不犹豫踩过长城，把战火烧到平原，到时候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无数老秦人牺牲换来的统一基业将彻底毁于一旦。这就是扶苏面对的终极死局。当年冒死顶撞父亲是为了推行宽政，保住基本盘，让百姓安稳，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要亲手引爆全面内战，去摧毁一生试图拯救的帝国吗？在这个死局里，破局唯一方法是摧毁这个局，而要保全这个局，他就必须死。扶苏痛苦地闭上眼睛，终于发现自己被父亲亲手建立的无情系统彻底锁死了。秦始皇打造完美集权机器，追求极致控制，拆除了所有刹车片，拔掉所有保险丝，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没有任何制衡力量，只听命于方向盘那双手。父亲活着还能勉强驾驭，现在方向盘被阴谋家偷偷握住，系统没有任何纠错能力，假诏书盖上真玉玺就成了合法最高指令。机器按既定程序运转，不辨真伪，不分善恶，精准把屠刀挥向最优秀接班人。如果有一丝相权制，横伪诏都不可能走出咸阳城，但什么都没有，制度惯性反过来勒住了长子的脖子。这是个完美死循环。集权机器失去理智后，向他最理智的大脑下达了自我毁灭指令。扶苏站起身整理衣冠，没写喊冤血书，没大骂赵高李斯，他流着泪说出世界上最后一句话：父而赐子死，上安父请。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父亲命令儿子去死，儿子还有什么资格再去请示？历代文人摇头叹息，骂他死脑筋愚孝。但如果懂点政治权谋，就会发现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根本不是家庭伦理，而是对帝国体制最深刻的绝望和最彻底的服从。在法家词典里，父代表绝对权力的皇帝，子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臣民。皇帝下令，不管多荒谬漏洞百出，只要盖着玉玺就是大秦最高意志。扶苏用这句话给死亡定下基调，他不是死于敌人暗算，是死于大秦军规。这是一次极其悲壮的降维打击，阴谋家用最卑劣的信息插骗局逼死一个君子，而君子为了不掀翻整个棋盘，选择了最标准姿势，把头颅放上断头台。扶苏握住剑柄，锋利青铜剑刃划过喉咙，鲜血瞬间喷涌染红伪造的圣旨，也染红了大秦帝国最后的希望。最理智的接班人以这种极其决绝的方式完成了对集权体制的最后一次献祭，血腥味飘出缝隙。蒙恬冲进来，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扶苏，瞬间崩溃。崩溃不仅因为失去挚友，更因为他敏锐意识到手里底牌瞬间变成废纸。你会问，为什么蒙恬不直接造反报仇？这正是政治博弈最残酷的地方。军队造反需要合法性大旗，扶苏活着打咸阳叫拨乱反正。现在扶苏自杀，承认了圣旨合法性，大旗一倒，蒙恬敢动用一兵一卒，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军。30万边防军家属都在关中，谁愿意跟着背上诛九族罪名？一具尸体彻底抽干了30万大军的脊梁骨，使者趁机接管局面，剥夺兵权。威震匈奴的大将军失去反抗能力，交出虎符，被押解死牢。上郡大营缺少政治大脑，瞬间瘫痪。将领群龙无首，眼睁睁看着主心骨被逼死。消息传回咸阳，隐藏在黑暗中的赵高李斯长松一口气，惊天豪赌他们赢了。胡亥穿上皇帝冕服，赵高彻底窃取最高权力。但扶苏倒下仅仅3年后，他试图拯救的帝国就迎来了物理意义上的彻底粉碎。边防军分崩离析，无法阻挡风暴。几个月后，大泽乡大雨中，活不下去的庶民举起木棍。极其讽刺的是，陈胜吴广起义故意打出大秦公子扶苏的大旗，连推翻大秦的起义军都要借用他的名字聚拢人心。恰恰证明当年苦心经营的宽政理想在百姓心中有着可怕的号召力。遗憾的是，这股力量没成为护城河，反而成了压垮大秦的骇浪。
刘邦军队开进咸阳，项羽一把大火把阿房宫烧成白地，运转100年的战争机器不到1000天变成满地乱滚的废铁。2000年来，无数文人在纸上写下懦弱愚孝，把二世而亡的黑锅轻飘飘扣在一个死人头上。但今晚我们拆解死局利益链条，看透伪造背后的权力绞杀，必须把扶苏从刻板审判席拉下来。他的一生是注定失败的破局。他不是死于性格软弱，是死于不允许有任何底线的游戏规则。他试图在依靠恐惧维持的法家系统里强行注入儒家温情理智。但这台拆掉刹车片的重型卡车容不下一丁点自我纠偏，你敢踩刹车就直接从你身上碾过去。他握住剑刃根本不是妥协，是对绝对皇权体制做出的最绝望无奈的控诉。他用鲜血开出了系统崩溃的死亡诊断书。在沙丘牌桌上，扶苏输掉全部筹码，连肉身都没保住。但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一个在短线博弈输得倾家荡产的人，最后赢得了整座长线赌场。秦朝灭亡后，不管是刘邦还是李世民，历代最高统治者翻阅绝密档案时，全都惊出冷汗。他们猛然发现，被逼死的长公子当年冒死喊出的理论，居然是维持庞大帝国存活的唯一密码。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句用尸骸换来的血泪教训，成为后世帝王必须背诵的第一条执政铁律。从汉朝开始，统治者悄悄修改国家机器底层代码，保留法家严密行政体系作为硬骨架，外面披上儒家仁义道德亲情提伯父的软外衣。这就是主宰中国2000年的终极治理范式，外儒内法，宽严相济。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明朝弘治中兴，扒开内核，处处站着扶苏影子。他没机会推行的宽政，被后世帝王作为最高机密全盘接收。他用生命代价为中华民族趟出一条烟扑不破的生存法则。越刚强的暴力机器越需要人性润滑，没有润滑，哪怕拥有无敌铁军崩盘，也只需3年。在最冰冷讲究算计的权力博弈里，扶苏似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讲规矩有底线，结果被没规矩没底线的人联手做掉了。这就引出一个极其尖锐也极其现代的问题，在今天身处复杂局势，遇到劣币驱逐良币的体制性死结时，死死守住底线，到底还有没有意义？按纯粹丛林法则算账底线是累赘规矩，是弱点。赵高扣押遗诏，赢得当下权力；李斯出卖良心，保住暂时相位。但把时间尺度拉长到10年、100年去看最终结局呢？仅仅3年后，赵高被捅死一灭三族，李斯被构陷腰斩于街头，全家死绝。那些为了眼前利益疯狂掀翻桌子、践踏所有规则的人，最终都被自己亲手破坏的规则反噬死无全尸。而那个在营帐里流泪拔剑的长公子，他的良知与坚守化作文明基因，永远刻在这个民族潜意识里，在复杂人生局势里面对彻底锁死的系统。暂时的退让或坚守底线，哪怕当下看是输了，但这绝不是一种耻辱，因为你守住的是生而为人的尊严，是事物能够长久运转的底层逻辑。看似残酷的世界里，阴谋算计或许能赢走一时筹码，但在历史长河里，良知永远会发出它应有的穿透一切的回响。今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愿你在自己的那份坚守中，在面对那些无法轻易改变的困境时，也能找到一份无憾的安宁。早点休息，晚安。